威廉，你不是答应我要用几餐原型淀粉取代白米饭，结果我煮的糙米饭你都不吃几口，晚上还偷偷跑出去买面包，你这样囤积的肥肉到底要怎样才消得掉啦？我怎么知道糙米那么难吃？我中午吃一餐燕麦已经够呛的，晚餐还要吃糙米，这样我吃饭的乐趣简直都丧失殆尽。你不是说还有地瓜一叔叔，怎么每次都是糙米饭啊？糙米饭比较好煮嘛，你知道吗？你年纪不小，又经常便秘，血压也没有以前那么漂亮，现在不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等以后真的有什么问题就来不及啦。我不是都乖乖吃燕麦了吗？难道膳食纤维还不够？你的腰围还没减下来之前就是不够啊！况且依据卫福部膳食纤维建议量，国人每天需要25克到35克。你是男生，我们才高标。你燕麦大约一天吃100克，膳食纤维是8.5克，蔬菜一天2碗约5克，水果大约也是5克，绿扁豆你大约吃100克，也有6.25克的膳食纤维，这样的膳食纤维总量才24.75克。所以依你目前的状况，膳食纤维的确不够，蔬菜还要加量，糙米这些全谷类或其他原型淀粉更是不能不吃，你知道吗？那你可不可以多煮地瓜、薏米这些？糙米真的让我难以下咽。这我可以办得到，不过我今天先要让你彻底知道膳食纤维到底有多重要。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就是糖类食物中的纤维，是无法被人体消化酵素完全分解及吸收的部分。它可以分为可溶性纤维和不可溶性纤维。可溶性膳食纤维就是食物中的果胶、菊糖、洋车前子、葡聚糖这些高分子化合物。这些纤维可溶于水，吸收水分后会成为凝胶状的半流体，进入肠道中，可延缓食物的排空，会增加饱腹感，减少进食。另外，它也能减缓糖类的吸收，因而可以延迟血糖的上升。此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哦，就是会吸收肠道中的胆酸，进而减少肠胃道对脂肪的消化，因而降低了血脂。我们都知道，胆固醇在肝脏合成后，会以胆汁的形式分泌到肠道当中，以便胆汁消化脂肪。胆汁中的胆酸和胆盐会与食物中的脂肪微粒结合，形成脂肪微粒，以利脂肪的吸收。这时候如果消化道当中有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可以跟亲水性的胆酸结合，形成可溶于水的复合物，随粪便排出体外，代理胆酸。胆酸是胆汁的重要成分，缺乏胆酸的胆汁就会影响脂肪的吸收，需要再由肝脏制造胆汁，消耗人体中更多的胆固醇。因此，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降低血脂的功效哦。所以吃高油高脂食物的时候，多吃一点膳食纤维，也可以妨碍脂肪的吸收咯。这你的反应倒快了，没错，如果一定要吃高油的垃圾食物，多吃一点蔬果，让肠道多点膳食纤维，是可以阻碍脂肪的吸收。而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还是肠道中好菌的食物哦。好菌有了食物，数量增加以后，就会抑制坏菌的数量，对肠道菌丛的平衡有很大的帮助，能够降低罹患大肠癌的几率。益生菌会在肠道当中发酵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并且能够生成6个碳以下的短链脂肪酸，像乙酸、丙酸、丁酸这些。这些短链脂肪酸可以提供人体少量的能量来源，并可以刺激肠道分泌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的前驱物，进而促进血清素的制造，便有了调节情绪、睡眠和食欲的功效。同时短链脂肪酸能够通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和促进抗炎细胞因子的产生，来调节身体的免疫细胞，达到抗发炎的效果。在减重方面呢，短链脂肪酸能够透过促进脂肪酸的氧化及抑制脂肪的合成，来帮助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脂肪消耗效率，并提高瘦素的分泌。并且短链脂肪酸也能够降低肠道的酸碱值，创造有利抑菌的环境。同时，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发酵产物还能够提供抑菌的营养，以利抑菌的繁殖。好菌的增加有助于维持肠道菌种的丰富性及平衡，进而排除一些害菌，这对保持肠道内的微生态平衡非常重要。抑制坏菌的生长就有助于预防坏菌引起的疾病，包括大肠癌等等。另外，其中短链脂肪酸的丁酸还可以增加大肠中的渗透压哦，进而增加肠内的水分，达到软便的效果，因而改善了便秘的问题呢。所以为了不养一肚子的坏水，这膳食纤维不吃还真不行呢。知道就好，不止可溶性膳食纤维对人体帮助很大，不可溶性膳食纤维也很重要。
不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指不溶于水的膳食纤维，是植物中的纤维素、木质素或麸皮，也就是肉眼可见的菜渣或果渣。它们就像我们肠胃道的刷子一样，可以帮我们清除老旧的黏膜细胞，促进肠道健康。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到达胃部以后，吸收水分首先会膨胀，让我们的胃部产生饱足感，进而减少摄食。另外，这些不可溶性纤维吸水会膨胀，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刺激肠胃蠕动，因此能够缩短粪便和废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促进肠道健康，预防便秘哟。所以我经常便秘，膳食纤维是真的吃不够咯。不止便秘代表你膳食纤维吃不够，你的肚子内圈肥油也代表你膳食纤维的量还要再增加。早在12年前，美国联手加拿大研究团队就有研究证明，每餐多摄取10克的纤维，内脏脂肪就能够减少 7.4%， 皮下脂肪也能够减少 3.6%。所以你肚子的那圈肥油就证明你的膳食纤维还摄取不够。蔬菜和原型食物都要再多吃一点，这样对你的便秘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而膳食纤维对人体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它的地位居然不亚于蛋白质。我们在蛋白质的代谢与吸收那集提到，2022年美国德州贝勒大学研究团队所发表一篇跟营养素调节食欲有关的论文就指出，蛋白质和不容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膳食纤维，还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刺激胆囊收缩素、肠泌素、肽 YY 的分泌，进而抑制食欲。也就是说，这些食物能够透过肠脑轴路径通知大脑，人体已经摄取了这些重要的营养素，它们含有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和必需脂肪酸，以及足够的膳食纤维，让人体不再处于饥饿状态，必须拼命觅食。所以膳食纤维和人体不能自行合成的氨基酸和脂肪酸一样，必须受到同等重视，都是不能不吃的食物，是我们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绝对必要的营养素啊。对吼，都跟这些必须等级的营养素平起平坐，真的不是小 case。知道就好。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摄取膳食纤维呢？我个人觉得，除了蔬果、原型淀粉类食物、全谷类、坚果类、菌菇类以外，补充燕麦和扁豆是一种很方便的方法。它们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高，每100克都高达6到8克左右的膳食纤维。吃这2种食物很容易就可以让膳食纤维达标哦。而其中燕麦更被认为是降低胆固醇的圣品，就是因为它的膳食纤维特别的高，可以吸附胆酸，损耗更多人体中的胆固醇。燕麦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是贝塔葡聚糖，是吸附胆酸的高手。它能迫使肝脏使用更多的胆固醇来合成新的胆酸，进而降低体内的总胆固醇浓度。另外，燕麦中还含有一些植物固醇，这些植物固醇在分子结构式上与动物胆固醇非常的像，却来自于植物，便能够大大的取代胆固醇的吸收，降低胆固醇的摄取。所以燕麦真的是非常优质的膳食纤维来源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太难吃啦。才怪，那是你不喜欢吃，我可喜欢吃呢。